我们可以把时间倒回到138亿年前，也就是接近大爆炸发生的那一刻。现在我们对宇宙可能如何结束似乎有了一点眉目。科幻电影和宗教文本经常描绘出壮烈的世界末日场景，但你有没有想过，宇宙的结束会不会像它的诞生一样平静？自从宇宙诞生以来，它就一直在不断膨胀，而现在这种膨胀似乎停止了。可是你有没有想过，是什么在加速与终结了这个膨胀？诺贝尔奖得主罗杰·彭罗斯认为，这一切都与一种神秘的力量有关，暗能量。那么这个暗能量驱动的膨胀会不会也是宇宙的终点呢？我们来跟随彭罗斯探索一下吧。Einstein's equations require what's called a cosmological constant. It's usually called lambda. These days people call it dark energy. And it causes the universe to expand and expand and expand. And this behavior is in all the cosmology books. If you put in this lambda, the cosmological constant, and when it's positive, that's what it does. So that's pretty well a picture of the universe as we now believe it to be, except people usually think right at the beginning there is something called inflation. This inflation was supposed to have taken part in the universe's activities in the first about 10 to the minus 32 seconds. So think of 1 followed by 32 zeros, 1 over that fraction of a second, in fact, is supposed to have been within the time that the inflation took place. You see, this expansion looks very much like what we see now as this exponential expansion of the universe from the observation of distant supernova stars and all sorts of other things which fit together to get the picture that that's probably what the universe is doing now. But this view is that within these first 10 to the minus 32 seconds, it did this other exponential expansion and expanded by some huge amount in that tiny little point. Now, I never liked this, partly because it didn't fit in with Einstein's equations very happily, partly because, well, it didn't do half the things that it was supposed to do. It's supposed to smooth out the universe, and it doesn't do that. However, if we don't have inflation, you've got to have something a bit like it. 大爆炸这个天文学界的热门词汇，虽然听得多，但很多人其实并不了解它的真正含义。它并不是像电影里的那种砰的一声爆炸，而是从一个无限热、无限致密的点开始，迅速膨胀开来。当大爆炸发生时，宇宙的年龄仅仅只有10⁻34次方秒，这是一个几乎无法想象的短暂时间。在这个阶段，宇宙经历了所谓的暴胀期，空间膨胀的速度超过了光速，宇宙的体积几乎瞬间增大了90倍。随着宇宙逐渐冷却，物质开始凝聚，质子、中子、电子等粒子开始形成。尽管我们的这些理解主要是理论推导出来的，但大爆炸留下的遗产是不可忽视的。自人类首次登月以来，我们的科技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在某些方面我们仍然无法突破。比如说，我们无法重现大爆炸，也无法直接观察它的过程。我们目前对大爆炸最主要的证据来自宇宙微波背景辐射，它就像大爆炸的余响。但这个方法也有缺陷，我们还无法捕捉到重力波或其他膨胀留下的痕迹。我们对大爆炸的理解虽然有理论基础，但也要谨记，科学会随着新数据的出现而不断更新，有些观念将来可能会被推翻。目前，几乎没人会完全否定宇宙膨胀的理论。过去10年，哈勃望远镜是我们研究大爆炸的主要工具，而现在，詹姆斯韦伯望远镜则提供了更加精确的数据。在这些先进仪器出现之前，天文学界的一个主要论点是宇宙是否正在膨胀。回顾90年代的科学书籍，你会看到他们讨论宇宙的膨胀如何成为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然而，最新的发现却让我们思考，宇宙真的还在膨胀吗？韦伯望远镜的数据似乎暗示，宇宙的膨胀可能已经停止了。在我们探讨这一震撼发现的意义之前，先来澄清一下我们对宇宙膨胀的认识。大爆炸这个词常常被误解为某种巨大的爆炸。
事实上，宇宙的起源并不完全符合这种戏剧性的描述。根据美国航天局的说法，大爆炸前并没有空间的存在，因为连空间本身也是在那一刻诞生的。相反，大爆炸可以更好地理解为整个宇宙空间同时出现。我们目前的理解也表明，宇宙在恒星和星系形成之前，最初经历了漫长的黑暗时期。宇宙最初经历了长达4亿年的黑暗时期，直到恒星和星系的形成，这个无光的时代才告终。让我们来聊个有趣的事实吧。宇宙黑暗了4亿年，那我们的太阳系又是在什么时候出现的呢？答案是，太阳系在大爆炸后大约90亿年才形成。所以，科幻电影有时无法完全捕捉科学的真实。这种显著差异凸显了我们对宇宙的理解是如何演化的。目前，我们的宇宙被认为保持在一个单一的起始点，自大爆炸以来没有移动或膨胀。相反，空间本身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延伸，并携带物质。简而言之，宇宙并不像我们想象或理解的那样膨胀。实际发生的情况是，空间正在积极拉伸，导致观测到的宇宙膨胀。虽然这个概念看起来很复杂，但理解它对于掌握我们将要分享的资讯至关重要。在这段影片中，我们会继续用膨胀这个词来描述空间的拉伸，就像科学家们解释韦伯望远镜的新发现一样。宇宙的膨胀停止这个想法让人震惊，因为它与我们之前的理论背道而驰。科学家们一直认为宇宙的膨胀是在加速，这一点有哈勃望远镜的观测作为佐证。但是韦伯望远镜的最新发现让我们看到了另一个可能，宇宙的膨胀或许已经到了尽头。我们的宇宙正在发生的事情是前所未有的，而且可能是不可逆转的。虽然这项发现确实令人震惊，但并非完全出乎意料。当我们深入研究重力时，你会发现我们的宇宙一直很容易发生潜在的重新崩溃。如果宇宙有足够高的能量密度，它的膨胀就可以完全保持。这一发现意味着什么呢？我们正在进入一个宇宙加速膨胀的终结，甚至可能见证宇宙反向运动的开始。那么就让我们来分解一下。暗能量的概念可以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美国太空总署及其研究人员对宇宙的膨胀有着重要的见解。他们科学理解的核心是重力。尽管这项原理仍然成立，但我们对宇宙膨胀速度的看法已经改变了。此前，科学家推测宇宙最终可能会重新塌陷，停止膨胀。相反，另一个令人不安的想法是，如果能量密度太低，宇宙可能永远不会停止膨胀。虽然这些理论在当时看来很不寻常，但20世纪90年代缺乏收集具体观测资料来支持或反驳这些理论的技术。科学家确信，随着宇宙的老化，引力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减缓膨胀速度。直觉上，这是有道理的。引力将星系拉得更近，我们已经知道这一点了。因此，随着宇宙的膨胀，引力将抵消宇宙物体之间不断增加的距离。由于宇宙是由物质组成的，重力自然会将物质保持在一起。这个理论也被用来测量宇宙的膨胀率。科学家认为，由于自宇宙诞生以来，重力一直是将物质粘合在一起的粘合剂，因此膨胀率自然会降低。虽然我们缺乏观察这一现象或进行广泛测试的工具，但这个理论似乎是合理的，但事实并非如此。1998年，哈勃望远镜的发射彻底改变了我们对宇宙的认知。哈勃望远镜让科学家能够研究遥远的超新星，为宇宙膨胀提供新的见解。这些发现与先前的看法相反，让科学家们感到惊讶和不确定。这项发现需要对天文学理论进行重大修改。科学家必须重新审视他们的理论模型，并根据哈勃望远镜的新数据修改一切，不允许任何错误或误判。在宇宙研究中，观测首次证实了这个理论。很明显，引力并没有减缓宇宙的膨胀。
相反，宇宙正在加速膨胀，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快。这是正确的。自宇宙诞生以来，它的膨胀速度只增不减。这个意外的发现很难解释。重力本应减缓膨胀速度，但似乎没有任何作用。事实上，直到今天，这种加速扩张背后的原因仍然未知。根据理论模型，除非存在抵消重力的力，否则膨胀应该会减慢。在韦伯望远镜最近的发现之前，科学家普遍将宇宙视为一个复杂的力量竞技场。在哈勃的发现之后，科学界面临重大挑战。美国宇航局等机构渴望了解有关意外宇宙加速的解释。最初，我们考虑爱因斯坦的引力理论是否可能有缺陷。根据该理论，引力被视为质量和能量引起的时间和空间的扭曲。重力不仅仅是一种力，还可以围绕质量弯曲来推动或拉动它。如果这个理论是正确的，宇宙就不应该加速膨胀。另一种可能的解释是某种形式的能量流体加速了膨胀。许多相互竞争的理论出现又消失，但没有一个被证明是可靠的。最终，对爱因斯坦理论的挑战也被搁置了。今天，哈勃非凡发现的答案可以归结为3个字：暗能量。这个看似次要的科学术语却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然而，我们对这种力量仍然知之甚少。我们所知道的是，它构成了我们宇宙的大部分。普通物质只占宇宙的5%左右，这让我们有些不安。剩下的就是暗物质和暗能量。这也支持了爱因斯坦著名的宇宙学常数。爱因斯坦将空间视为一个具有自身力量的实体，即使宇宙膨胀也保持不变。那么这与韦伯望远镜所揭示的内容有何关系呢？为什么宇宙的膨胀在暗能量存在的情况下停止了？科学家仍在努力解决这个奇怪的发现，但研究引力和暗能量之间的相互作用可能会提供一些见解。宇宙常数是空间中一种神秘的力量，可以等同于暗能量。根据科学理论，引力和暗能量总是矛盾的，每一者都试图支配另一者。在宇宙膨胀减慢之前，暗能量似乎超过了引力，导致宇宙加速膨胀。现在，这种扩张已经完全停止。鉴于我们对空间和暗物质的了解已经有限，科学家们对这种突然的变化还没有明确的解释。尽管美国太空总署预见了反暗能量的出现，但物理学的这一方面在我们当今时代是没有预料到的。正如布莱恩·考克斯所说，宇宙膨胀的停止代表着全新的物理学。一个简单的解释可能是重力终于超越了暗能量，阻止了宇宙的膨胀。如果宇宙有一个可预测的轨迹，它可能会在完全停止膨胀之前显著收缩，或者引力可能突然开始抵消暗能量的影响。无论哪种情况，我们都需要强有力的观测和理论证据来确定重力是否正在改变其特性。这是一项具有挑战性的任务，因为据我们所知，重力始终是恒定的。自宇宙诞生以来，引力一直保持不变，我们缺乏足够的证据来表明相反的情况。重力改变的可能性就像大挤压的想法一样令人不安。幸运的是，由于布莱恩·考克斯等科学家的理论工作，我们对反暗能量的影响有了一些见解。2011年，考克斯就已经在探索逆转暗能量的概念。他出版了广受好评的书《宇宙奇观》，后来被改编成电视剧。书籍和表演的结合帮助大众以简单的方式了解宇宙。虽然该系列引人入胜，但它也探讨了宇宙终结的黑暗可能性。尽管思考世界末日令人不舒服，但考虑宇宙停止膨胀并开始收缩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如果宇宙收缩、坍缩，我们的存在将会受到直接影响。由于宇宙已经停止膨胀，这表明太阳最终可能会冷却下来，这可能导致我们陷入黑暗的末日。在这种情况下，宇宙可能会自行塌陷，将我们带回黑洞内的起点。然而，
布莱恩·考克斯表示，预计这种结果将在大约60亿年后发生。讽刺的是，最近的这一见解使许多科学家重新考虑曾经被认为无法检验或神话的终极命运理论。物理宇宙学的一个关键领域是宇宙的最终命运，它考察宇宙的演化以及时间的终结。该领域的一个重要理论是大挤压，它描述了宇宙停止膨胀并开始收缩的时刻。当宇宙的平均密度变得足够高以停止其膨胀时，就会发生这种事件。尽管大挤压还没有得到很好的探索，但我们可以预测宇宙可能如何终结。如果宇宙的引力变得极为强大，它可能会突破时空维度，导致整个宇宙塌陷成无量钢起点。这个起点将标志着新大爆炸的开始。从理论上讲，这意味着我们回到了所谓永恒的起点。这解释了为什么我们的时间似乎倒退了。虽然大挤压在天文学研究中从未被完全驳回，但它也不是一个被广泛接受的理论。最近的数据表明，大危机不仅是一种可行的可能性，而且我们可能正在接近普遍的重新崩溃。这显示新的大爆炸可能比之前想象的更接近。从宇宙角度来看，宇宙的终点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早，可能只需要数百万年，而不是数十亿年，甚至可以在地质时间范围内观察到重新塌陷。因此，虽然布莱恩·考克斯的暗能量理论很有洞察力，但他对宇宙事件的预测时间表可能有点偏差。如果我们以简单的方式考虑时间，这种情况可能类似于一场比赛，你最终不是继续前进，而是跑回起点。尽管速度可能会有所不同，但整体轨迹保持一致。如果我们考虑宇宙正在反向运行并从其起源开始重演事件的想法，那么重建大爆炸将需要大约130亿年的时间。如果宇宙时间如此简单就好了。普林斯顿大学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扩张速度正在指数级放缓，后果可能很严重。虽然大危机曾经是一种遥远的可能性，但现在的即时数据表明它可能会更早发生。这项研究甚至暗示，在与恐龙时代相当的时间尺度内，可能会出现大爆炸 2.0。 引述报道称，距离加速结束的时间比车里亚宾斯克小行星导致恐龙灭绝的时间还要短。那么恐龙是多久以前灭绝的呢？我们不会猜测，而是直接告诉您，6500万年前。在一个可能的情况下，我们可能会目睹宇宙的第二个起源。尽管6500万年看似很长一段时间，但考虑到我们目前面临的气候变迁挑战，这对宇宙而言只是一个瞬间。此外，许多科学家认为，大爆炸 2.0 将伴随着地球上生命的崩溃。我们可能更喜欢这种方式，但目前没有强有力的证据支持这个理论。但我们不能忽视这项发现令人不安的方面，特别是因为检测快速变化的宇宙事件具有挑战性。在这个前所未有的时代，一个主要证据来自超新星或大爆炸的遗迹。这些宇宙现象不会很快改变。当它们表现出任何转变的迹象时，采取行动可能为时已晚。我们最好的机会在于韦伯望远镜，它是研究早期宇宙的重要工具。这种先进的仪器使科学家能够追踪数十亿年前发出光的遥远物体的路径变化。当我们研究宇宙收缩的实际细节时，我们依赖理论预测。我们知道，宇宙总是在运动，要么膨胀，要么收缩。如果它收缩，重力就会成为主导力。虽然暗物质的命运仍然不确定，但它缺乏影响力可能会挑战一种流行的理论。如果宇宙不再开始膨胀，所有生命的终点可能比大冰冻更具破坏性。长期以来，科学家推测宇宙最终可能会被冻死。当暗能量导致宇宙加速膨胀，将星系和恒星推离我们更远时，这种情况似乎是合理的。从本质上讲，宇宙似乎正在消失。研究人员预测，在几兆年内，随着黑洞消耗剩余的宇宙物质，
恒星形成将完全停止。在这段黑暗时期，宇宙中的能量预计会均匀分布，这包括热量，因此宇宙的最终温度将接近绝对0度，从而导致永久的黑暗。虽然大冻结现在看来不太可能发生，但我们可能面临另一种潜在的命运，即同样令人畏惧的大紧缩。大挤压代表了宇宙膨胀、减慢并最终逆转并导致崩溃的情况。如果宇宙的引力变得足够强大以抵消当前的膨胀，这种宇宙事件就会发生。随着宇宙收缩，星系、恒星和所有宇宙物质都会被拉得更近，最后汇聚成起点。这个过程将标志着宇宙当前状态的巨大转变。当前宇宙的特征是快速膨胀。科学家预测，在这种情况下，宇宙在收缩时将经历极端的温度和压力。我们所知的物理定律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会失效。如果宇宙确实塌陷，它可能会导致整个宇宙被压缩成一个无限密度的点。这个起点将代表宇宙目前存在的终结，并有可能为新的大爆炸奠定基础，重新启动宇宙循环。然而，必须考虑到大挤压只是有关宇宙最终命运的几个理论之一，其他可能性包括宇宙无限期的继续膨胀，或达到膨胀和收缩达到平衡的稳定状态。目前的观测和理论模型，包括韦伯望远镜的观测和理论模型，对于理解哪种情况更有可能至关重要。随着我们收集更多的数据并完善我们的模型，我们对宇宙未来的理解将会变得更加清晰。谢谢您的观看，请继续关注并观看有关新科技的影片。